今天我们要聊聊一样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花生酱。你可能不知道，这看似平凡的食品，竟会在你的身体里引发一些无法倒转、惊天动地的变化。而且尤其在你年过60岁后，这些变化才会逐渐浮现。听起来不可思议吧？只有大约 2% 的人真正了解其中的秘密。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揭开花生酱对人体的隐秘影响，看看这温醇香甜的棕色酱料如何在你体内扮演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首先，一点点关于花生酱的身世之谜。你也许想不到，花生酱的诞生其实和老年人有关。1895年，美国有位大名鼎鼎的营养学家兼医生，名叫约翰哈维·凯洛格。在他的疗养院里，凯洛格博士为了帮助那些没有牙齿、无法咀嚼的病人获取营养，发明了一种食品。他把花生蒸熟后研磨成细腻的糊状，制成容易吞咽又富含蛋白质的酱 paste， 分发给病人食用。这就是早期花生酱的雏形。当时许多受益者正是牙口不好的老人家，也就是说，花生酱一开始就是为了银发族的健康而诞生的。这听起来很温馨，对吧？一种美味的诞生源自对老人的体贴。随后的100余年间，花生酱逐渐风靡世界，从美国的家庭早餐桌到全球各地的餐点，花生酱被视为营养丰富的伙伴。孩子们爱吃花生酱三明治，健身人士把它当作蛋白补给，忙碌的人用它迅速填饱肚子。它甜中带咸，香浓顺滑，既可以抹面包，又能加入甜点，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然而，谁能想到，这款原本为老人设计的食品，在默默陪伴我们一生的同时，也在我们体内埋下了一些种子，有的滋养着我们的健康，而有的则日渐累积成不易逆转的改变。特别是当我们年过60，那些年轻时看不见的影响可能会突然现身，带来令人震惊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将从花生酱的营养优点说起，一步步揭开它隐藏的另一面。不得不承认，花生酱确实有它天使的一面。它之所以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其营养价值和美味兼备。让我们来看看花生酱到底藏着哪些对我们有益的元素。优质蛋白质。花生本身含有大量植物蛋白，2大匙花生酱就约有7到8克蛋白质，能帮助身体组织修复和肌肉维持。对不爱吃肉的人来说，花生酱是补充蛋白的好选择。对牙口不好的长者，更是现成的蛋白来源，不需要大口咀嚼，肉类也能摄取到。健康脂肪，别以为脂肪都是不好的，花生酱里超过一半的热量来自脂肪，其中多数是对心脏有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油酸这种脂肪，据研究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坏的 LDL 胆固醇，同时维持或提高好的 HDL 胆固醇。换句话说，花生中的脂肪形态比较偏向橄榄油那种好油，适量摄取下，对心血管反而是加分的。除此之外，花生中还含有一定的亚麻油酸 Omega、负6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和少量阿尔法亚麻酸 Omega 3，在均衡饮食中提供必需脂肪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花生酱虽是零食酱料，但营养密度不低。它富含维生素 E、维生素 B3、维生素 B6、叶酸以及矿物质如镁、锌、铜、锰等微量元素。举个例子，100克花生酱中的镁含量约占人一天所需的1/3，维生素 E 更高达1半以上的日需求量。对于很多老年人常见的营养缺乏，如镁或维生素 E 摄入不足，花生酱其实是一帖方便的补给品。高纤维、低碳水，花生酱中含有膳食纤维，而且天然的花生酱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高，2匙花生酱约有2克纤维，能帮助肠道蠕动，促进饱足感。更妙的是，因为脂肪和蛋白质比例高，花生酱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吃了不会让血糖飙升。对于中老年容易罹患的第2型糖尿病，花生酱反而是一种稳定血糖的友善食品。研究显示，经常吃坚果或花生制品的人，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相对较低。许多糖尿病患甚至会在点心时吃1小匙无糖花生酱，搭配苹果或饼干，来避免血糖过度波动。抗氧化物质，花生不仅仅是基本的维生素矿物质，还蕴含许多植物化学物质，例如
花生中含有白藜芦醇，这是在红酒中出名的抗老化成分，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和抗发炎。花生还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像是香豆酸等，可以中和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少慢性发炎风险。此外，中国民间一直流传花生红衣补血的说法。现代科学发现，花生那层红棕色薄皮中确实富含多酚类抗氧化剂，例如前花青素和白藜芦醇等，是营养精华所在。所以把花生连皮吃其实更有益。可惜很多市售花生酱在制作时会去皮，少了这层红衣的加持。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花生酱满满都是优点啊，感觉对身体很好嘛。没错，适量食用花生酱确实能为我们提供能量、营养和健康益处。对一些族群来说，花生酱甚至是生命的小帮手。体重过轻或食欲不振的人，花生酱热量高，营养全，是珍重神器。对于一些食欲不佳的老人，或是生病恢复期的病人，每天额外来上几勺花生酱，能轻松补充几百大卡热量和优质蛋白，帮助维持体重，避免过度消瘦。它携带方便，食用不费力，因此是许多营养师推荐给老年人的健康零食。健身和增肌人群，不少健身人士爱在全麦面包涂花生酱，或者健身后吃一匙花生酱配牛奶。因为花生酱不但提供蛋白质帮助肌肉修复，还有碳水和脂肪可以恢复体力，同时它美味又有饱腹感，不容易一下子吃过量其他垃圾食物。所以在讲求增肌减脂的餐单里，花生酱常常榜上有名。总而言之，花生酱的确是一个营养小宝库，难怪长久以来我们都把它当作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如果花生酱只有以上这些优点，那今天就没什么悬念可言了。然而事情总有两面，花生酱像天使，但也潜伏着恶魔的影子。一些影响随着时间在我们体内慢慢积累，不到特定时机不会暴露。一旦我们步入老年，这些隐藏的问题可能集体现身，带来惊天动地的冲击。继续看下去，你将发现花生酱鲜为人知的黑暗面。一、热量与体重陷阱，悄然增胖，日积月累。花生酱虽好，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它的热量极高。2汤匙约32克的花生酱含有将近200大卡热量，等于1碗白饭。如果你经常不知不觉多吃几口，热量累积起来相当可观。年轻的时候，新陈代谢快，活动量大，也许多余的热量能被身体消耗掉，不容易发胖。但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增加，基础代谢率逐渐下降，生活往往也没那么爱动了。如果你30-40年来每天都习惯来上几大匙花生酱，可想而知，超额的热量在体内日积月累，多余的部分就变成脂肪悄悄囤积起来。想象一个场景，年轻时的你，早晨跑步上班，早餐涂着花生酱的面包给你满满能量，一天活力四射。那时候花生酱的热量被你拿去燃烧，体重也保持得不错。但到了中年，工作忙碌久坐，代谢不像从前，运动时间也少了，可花生酱还是照吃不误，结果小肚腩渐渐隆起，体重每年稳步上升。等你60岁时再照镜子，发现腰围比年轻时大了1圈，体重比理想值重了20斤，这时你才意识到需要减肥。可中老年减重哪有那么容易？是的，人体脂肪一旦形成，特别是在中老年时期，想倒转回去实在困难重重。年纪大了，减肥不仅代谢慢，还面临肌肉流失的问题。节食瘦下去的往往是肌肉多，脂肪少，结果身体功能变差。更何况有些脂肪细胞增生之后就很难消失，只会缩小但不会减少数量。因此年轻时那些不经意吃进去的热量，在体内转化的脂肪可能已经带来了无法轻易逆转的改变。你的体脂率偏高，身材走样，甚至增加了代谢疾病的风险。说到代谢疾病，我们就不能不提腹部肥胖对健康的威胁。肚子上的脂肪过多会干扰胰岛素功能，导致胰岛素阻抗，进一步发展成糖尿病。此外，它还会分泌发炎因子，引发慢性发炎状态。当你60岁时，如果因为常年摄取过多高热量食物，包括花生酱，而变得肥胖、高血压、高血脂、
第二型糖尿病等就可能接踵而至。这些疾病又会反过来造成心血管、肾脏、神经等不可逆的损伤。可以说，过量的花生酱犹如隐形的增肥炸弹，年复一年的让你的健康风险逐渐升高，而一旦引爆，后果将很难完全挽回。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花生酱一定会让人发胖或致病，一切取决于分量和平衡。如果你热量摄入总体适中，偶尔吃花生酱并不会让你发胖，但现实是花生酱太美味、太诱人了，很多人一开盖子就忍不住多舀2勺，甚至边看电视边一口接一口吃掉大半瓶。正如专家所说，花生酱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实在是让人难以抗拒，稍不留神就吃多，长年累月就埋下了体重隐患。所以千万别小看每天那不起眼的几口花生酱，对年轻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几十年后的自己，可能就是压垮健康的稻草之一。2. 血管与心脏从保护者到加速硬化的隐患。前面提到，花生酱的脂肪组成比较健康，适量还有助心脏，但凡事过犹不及，吃多了或搭配方式不当，花生酱对心血管也可能从朋友变成潜在的敌人。我们来看看这其中的双面性。一方面，花生酱富含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确实能帮助改善血脂。许多研究发现，坚果类食物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部分原因就是这些好脂肪能降低坏胆固醇 LDL， 提升好胆固醇 HDL。如果你的花生酱是纯天然不加糖盐的，那在饮食中适度替代一些不健康的饱和脂肪，比如用花生酱取代奶油抹面包，长期看来对心脏有利。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花生酱中仍含有的饱和脂肪和可能存在的添加物。平均每2匙花生酱含有约3到4克的饱和脂肪，这数字看似不高，但如果你吃的量大，或者同时饮食中还有其他高饱和脂肪的食物，比如奶酪、肥肉等，总量就可能超标。长期高饱和脂肪摄入会导致血液中 LDL 胆固醇升高，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在年轻时，我们的血管内皮相对光滑有弹性，代谢旺盛时，即使胆固醇偏高一些，动脉斑块形成的速度也比较慢。然而，假如我们从30-40岁开始就持续摄入过多饱和脂肪，加上年纪增长本身带来的代谢改变，几十年下来，坏胆固醇终于在血管壁上站稳了脚跟。胆固醇、发炎细胞和纤维组织混杂堆积，逐渐形成了粥样斑块，动脉管腔一点点变窄、变硬，血管弹性下降。等到你60多岁去体检，医生皱着眉头告诉你颈动脉有明显硬化斑块时，那其实是几十年饮食习惯的总清算。此时想要溶解那些斑块是非常困难的，医生往往只能建议你用药物控制胆固醇，防止斑块继续扩大，但已经形成的硬化很难逆转消除。动脉硬化就像水管里结了一层厚厚的水垢，一旦结成，很难彻底清理干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花生酱可能带来无法倒转的改变。如果长年累月摄入过量的饱和脂肪和热量，等到老年出现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时，那种损害往往已经造成且永久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防止它恶化，而没办法让血管回到年轻光滑的状态。除了脂肪，商业花生酱里的钠和糖也是需要注意的。许多品牌的花生酱会加入食盐调味，每2匙花生酱含盐可能高达150毫克以上。对一般人而言，这不算太多，但如果你吃得多，再加上日常饮食其他盐分，总盐摄取量就可能超标。高钠饮食会导致血压升高，而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长期压力会让血管壁受损，心脏负荷加重，最终引发中风或心脏病。许多60岁以上的人都有高血压困扰，往往需要终身服药控制。试想，如果常年习惯大量食用含盐高的花生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血压控制的难度。等到了不得不戒盐的年纪，再回头看，那些年花生酱里隐藏的咸味带来的影响已成定局。此外，一些廉价或早期的花生酱产品为了口感，还添加部分氢化植物油，如氢化棕榈油，来防止分离。氢化油含有反式脂肪，被证实会提高心血管疾病风险。
所幸现在很多国家已禁止或限制反式脂肪，但如果吃的是老牌子或进口未标示的产品，也要留意成分表。反式脂肪对心脏的伤害更是难以逆转的，它不仅狂生坏胆固醇，还会降低好胆固醇，可谓双面夹击。幸运的话，你没踩到这个雷，不过了解这点还是很重要。总的来说，花生酱对心血管既有天使也有恶魔，适量选对种类，纯天然不加糖盐油的花生酱可以让它更多展现好的一面，帮助我们保护心脏。但若过量或挑选了不良产品，它可能成为血管健康的隐患。这些隐患早年不易察觉，往往要到年老体衰，身体累积的储备耗尽时才爆发出来，让人措手不及。3. 隐形毒素黄曲霉毒素的潜伏威胁。接下来这个问题更是10个里面可能有9个人从没想过的，那就是食物中的霉菌毒素。听起来离谱吗？花生酱甜甜咸咸，和霉菌有什么关系？其实关键不在花生酱制作过程，而在原料花生本身的一个天然风险——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是一种由霉菌，主要是黄曲霉菌含寄生曲霉，在潮湿温暖环境中产生的毒性代谢物。花生生长在地下，很容易受到土壤中霉菌污染。如果储藏不当，高温高湿，花生表面就可能长出看不见的霉菌，并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对人和动物都有严重危害，特别是肝脏对黄曲霉毒素极为敏感，长期吃进含微量黄曲霉毒素的食物，会逐渐损伤肝细胞的 DNA， 增加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也许你会说，我吃的花生酱看起来干干净净，应该不会有霉菌吧？确实，大型商业品牌的花生酱在原料采购和制作时都会严格检测黄曲霉毒素含量，确保成品符合安全标准。但问题在于，黄曲霉毒素是自然界最强的致癌物之一，它对身体的伤害具有累积性且不可逆，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含量，长年累月积累在体内，也可能带来问题。而且你无法靠味觉、嗅觉发现它黄曲霉毒素本身无色无味，因此除非你的花生严重发霉、长毛，一般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摄入了这种毒素。在开发中国家，由于储存条件较差，花生和玉米中黄曲霉毒素中毒事件时有报道。例如有些地方家庭自制花生酱或吃发霉的花生，就出现过集体肝病甚至死亡的案例。即使在已开发国家，监管严格，但也不能做到100%没有，只是浓度通常极低。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对花生制品中的黄曲霉毒素有限量标准，只要符合就允许上市。换句话说，只要是花生制品，几乎都难免带有微量的黄曲霉毒素，只是低于安全线而已。问题来了，在经过30年、40年日积月累后，哪怕每次吃进去的毒素量很低，也可能在体内逐渐造成伤害。肝细胞的 DNA 一旦被黄曲霉毒素破坏，这种突变改变是无法倒转的。最终，也许到了老年，某一天，医生查出你肝脏有问题，甚至发现肝癌，追查生活习惯，才发现你试吃散装花生和自制花生酱，常年不知不觉中了招。这种前因后果听起来让人背脊发凉。一颗小小花生里的霉菌，经过几十年竟引发致命疾病，真可谓惊天动地的变化。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你因噎废食，从此不敢吃花生酱，毕竟几率在那儿摆着。正规产品中毒素浓度极低，人体解毒机制足以应付少量摄入，所以大多数人一辈子吃花生也安然无事。但仅有 2% 不到的人会特别留意这方面，比如特意选择大品牌，避免购买来源不明的散装花生或土制花生酱，储存花生时保持干燥，丢弃任何看起来发霉变质的花生制品。如果你是这 2% 之一，那恭喜你多了一重保障。如果不是，那至少现在你知道了这个潜伏的威胁，可以开始多留一个心眼。4. 加速老化的分子 Ages， 让你提早变老。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比较高深但重要的概念，终末糖化产物，英文简称 AGEs。这名字乍听陌生，其实跟日常饮食关系密切。
而且对人体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们会加速我们身体的老化。更妙的是 ages 这个缩写正好是英文年龄 age 一词，仿佛暗示了它让人变老的威力。而很少人知道的是，我们喜爱的花生酱竟然也是 ages 的大本营之一。什么是终末糖化产物 ages 呢？简单说，当食物中的糖和蛋白质在高温环境下发生反应，就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合物，统称为 ages。这种反应也叫美拉德反应或焦糖化反应，是食物加热时产生香气和棕色焦化的元凶。生活中你见过的焦黄诱人的食物，几乎都带有 ages 烤面包皮、饼干、烤肉、煎饼、油炸、花生等等。适量的 ages 让食物更香更好吃，但吃进肚子里后 ages 却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它们在体内容易跟组织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交联，导致那些蛋白质变性变硬。举例来说，我们皮肤和血管中有大量胶原蛋白，本来胶原让皮肤有弹性，血管柔韧，但 ages 粘上去后，胶原纤维就像被胶水粘成一团，失去弹性，结果皮肤出现皱纹松弛，血管变硬易堵，这些都是衰老的表现。另外 ages 还会启动体内慢性发炎反应和氧化应激，进一步损害器官功能。那花生酱和 ages 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工业制造花生酱之前，花生通常要经过烘烤，烘烤过程温度高，花生里的糖和蛋白质发生了美拉德反应，产生不少 ages。研究数据显示，普通商业花生酱的 ages 含量相当可观，每100克花生酱中 ages 的指标值可达几千单位。如果换算，每吃2大匙花生酱，你摄入的 ages 可能跟吃下一块炸鸡腿或一份薯条差不多。也就是说，花生酱其实是隐藏的高 ages 食物。年轻时，我们的身体有较强的清除 ages 能力，新陈代谢也快，所以短期内影响不明显。但长年累月爱吃这类烘烤食物，包括花生酱、烤饼干、油炸品等的人，体内 ages 含量会明显高于清淡饮食者。等到了60岁左右， ages 积累带来的后果就显露出来了，皮肤比同龄人更暗沉多纹，血管更僵硬，关节更容易疼痛。更严重的 ages 还可能在肾脏、水晶体等处沉积，引发肾功能下降、白内障等问题。这些因为 ages 造成的改变，绝大多数是不可逆的。你不可能让皱纹自己消失，让硬化的血管重新变柔软。唯一能做的是提早预防，减少 ages 摄入和促进排除。所以，如果你惊讶于自己怎么才50多岁就觉得身体老态毕现，原因之一可能正是多年来饮食中 ages 过高。现在你知道了，花生酱虽好吃，但别忘了它也是烤出来的。当你举起涂满花生酱的吐司，大咬一口时，香气迷人的同时，其实也吞下不少在体内加速变老的小分子。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讽刺又无奈？或许只有不到 2% 注重养生的人会特地注意控制饮食中的 ages， 比如少吃油炸、烤，多用水煮、炖煮的方式烹调食物等等。如果你也重视抗老养生，那就请把花生酱当作偶尔的点缀，而非大量日常主食。同时多吃蔬果，摄取抗氧化剂来对抗 X 的影响，这样才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不让岁月过早在你身上留下痕迹。5. 其他致命瞬间，过敏与噎塞危机。除了上述那些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影响，花生酱还有2个短期内就可能发生的危险，特别针对某些体质和高龄人群，那就是过敏和噎塞。我们先说过敏。花生过敏是全世界最严重也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食物过敏之一。一旦发作，从孩子到成年人均可能出现速发性的过敏反应，皮肤红疹痒、喉咙肿胀、呼吸困难、血压骤降，甚至陷入过敏性休克。如果没有及时注射肾上腺素等急救，可能短时间内就有生命危险。许多对花生过敏的人年轻时就发现了，所以一辈子敬而远之，自然不会去碰花生酱这种毒物。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少部分人直到中年甚至老年才第一次出现对花生过敏的反应。免疫系统有时会在某些诱因下发生转变，让原本耐受的食物突然变成过敏源。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并非不可能。
想象一个极端情景，一位60几岁的老先生，小时候家贫很少吃花生酱，退休后儿女送他高档花生酱享受，他觉得香甜可口，每天都抹面包吃。不料某天刚吃了2口，突然感到喉咙发痒绷紧，紧接着呼吸困难，大汗淋漓。原来他不知何故对花生产生了剧烈过敏，短短几分钟内他就陷入休克，被紧急送医才捡回一命。这种人生第一次过敏带来的巨变，谁能料到？对当事人而言，当下那种生死一线的惊恐，绝对算得上惊天动地了。而且一旦免疫系统对某种蛋白产生了记忆，过敏体质通常是终身无法逆转的，他往后余生都得戒断花生，否则下次可能没那么幸运。虽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但还是提醒一句，如果你从没吃过花生或花生酱，尤其某些长辈过去饮食习惯没有花生，第一次食用时要留意，慢点尝试，确保没有不适反应再放心享用。再来说噎涩的风险，花生酱香浓粘稠正是它的特色所在。然而对于一些吞咽功能退化的老人家，这种质地却可能成为致命陷阱。我们年轻时吞饭吞水不费力，但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有中风后遗症、帕金森氏症或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吞咽反射会减弱，容易呛咳或吞咽困难。厚实粘稠的食物，像年糕、汤圆、花生酱，对他们来说最危险。曾有老人因为一大口花生酱吞不下去而噎住的报道，花生酱粘在喉咙，堵塞了气道，导致窒息。即使没完全堵住，粘着的花生酱也可能慢慢滑入气管，引发吸入性肺炎。这种风险对年轻人也许难以想象，但在临床照护领域是真实存在的。因此，许多护理人员在喂养失能长者时，其实避免直接给花生酱，或者会把花生酱用温水调稀，再拌入食物中。而我们一般家庭往往不了解这些，一些孝顺的子女买了好东西给老人，却未注意吞咽问题，反而可能害了爸妈。可以说，这也是只有极少数有医护知识的人才懂的细节。如果家中有长辈喜欢吃花生酱，却又有吞咽问题，一定要特别小心，千万别让他们干吃一大口花生酱，要么选择更软、更容易吞的替代品，或者将花生酱调稀并少量食用，确保安全。别让童年最爱的美味在暮年变成噎人的杀手。现在我们详细剖析了花生酱对身体的种种影响。你可能会问，所以花生酱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老实说，花生酱既不是纯粹的健康食品，也称不上什么毒药，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你如何使用它，以及你的身体情况。60岁左右，往往就是这把剑的两面效应开始显现的时刻。之前多年，你对花生酱的使用方式会在这个时候结算出结果。如果你过去几十年对花生酱过度偏爱，每天高糖高盐的花生酱面包涂厚厚一层，缺乏节制，那么很遗憾，你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埋下多颗健康地雷。60岁后，这些地雷可能一个个被踩响，体重超标引发糖尿病、高血压、血管硬化导致心脏病风险上升，皮肤老化、关节僵硬，比同龄人更早出现老态，肝功能也许亮起红灯，甚至长出肿瘤。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花生酱对你而言，在晚年更像一个旧日玩伴变成的隐患，回想起来不胜唏嘘。但另一种结局是可能的，你一直以来适量且正确的享用花生酱，把它当作均衡饮食的一部分，而非试吃的零食。你选择天然无添加的产品，控制每天的量，例如只吃1-2匙，并搭配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到了60岁时，你或许会惊喜地发现，花生酱带给你的其实大多是正面影响。你没有变得虚弱不堪，反而精力尚可，肌肉量保持得不错，你的心血管还算健康，良好的油脂提供加上总热量控制，使胆固醇维持得宜，你的骨骼也不差。花生中的镁和锌在默默强化骨骼，甚至可能连记忆力都受益于那些有益脂肪和维生素 E 的滋养。科学研究也支持这种正面剧本。近年的一些大型研究发现，坚果和花生的摄取与老年人更好的健康状态有关。例如，对7万多名老年女性的调查显示，经常吃坚果，包括花生的人，
未来4年内出现衰弱的风险显著低于很少吃坚果的人。衰弱是一种老年综合征，表现为极度乏力、肌力下降、体重减轻、走路变慢、容易跌倒和住院。适量坚果摄取可能透过提供营养、抗氧化和抗发炎作用，帮助老年人维持体能，减少慢性病，从而降低衰弱的发生率。换句话说，花生作为坚果的一员，有潜力成为老年人的保健助手，帮助他们更有活力地拥抱晚年生活。不过有个有趣的细节是，研究发现吃整颗花生带来的好处比吃花生酱更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花生酱常常加入了糖和盐，稀释了纯花生的益处。再者，花生酱制作时通常去除了花生外皮，导致一些抗氧化物质流失，而直接吃带皮的花生或其他坚果能获得最完整的营养。另外，花生酱方便入口，容易过量，而啃花生相对需要时间，也比较容易控制摄取量。因此，要善用花生的好处，建议挑选成分简单的天然花生酱，只有花生本身，顶多加一点点盐，无额外糖油，或干脆平日多吃一把带皮花生、杏仁、核桃等混合坚果，胜过狂吃抹了厚厚花生酱的饼干。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家还在不断挖掘花生对健康的惊喜发现。比如最近有研究指出，每天适量食用烘烤带皮花生，可能有助于减缓细胞的老化。研究团队观察年轻成年人连续6个月吃花生后，发现他们细胞染色体末端的端粒缩短速度比对照组更慢。端粒就像 DNA 的保护帽，每分裂一次就会变短，端粒越长意味细胞寿命越长。花生富含的抗氧化多酚主要在花生皮中，被认为功不可没。虽然这项研究对象是年轻人，但原理对老年人也适用。抗氧化营养有助于对抗体内氧化压力，减缓细胞老化，所以也许花生真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延缓我们变老的步伐，只是前提是吃对方式带皮，整颗吃或天然花生酱最佳。如果是加了糖的花生酱，摄入太多，反而可能因热量和 AGs 抵消了好处。说了这么多，你会发现花生酱既非纯然天使，也非十足魔鬼。它在你身上引发的变化有好有坏，有快有慢。而60岁左右是个关键节点，好的影响可以帮助你安享晚年，坏的影响却会让你深受其累。哪一面占上风，很大程度取决于你之前数十年的选择，但即使现在才意识到也不迟。正如那句老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调整与花生酱相处的方式。如果以往有不良习惯，赶快改正，减少那些已经在体内造成损害的因素继续恶化。如果本来就节制健康，那就继续保持，同时享受它带来的营养益处。